原神月之妻回到了须弥，回收了大量之前埋下的线索。那这些线索回收究竟是精妙的伏笔，还是只是单纯编剧在找补？从专业叙事理论来讲，这个问题并非没有客观的标准可以讨论。你或许有听过一个理论叫契诃夫之枪，但你可能不知道这个理论反过来会更好用，并且这个理论有3种变体，代表了伏笔的3种不同境界。那原神的伏笔算是到了哪一层境界呢？以及为什么说最高级的伏笔有时候会直接抛弃契诃夫之枪理论？大家好，这里是蒙达里安，今天我们聊聊伏笔这个东西。我们先从最简单的模型讲起，也就是经典契诃夫之枪理论。契诃夫之枪讲的是，如果故事的第一幕出现一把枪，那这把枪在第3幕一定要开火。但这句话你其实可以反过来理解，即如果你打算在故事里开枪，那这把枪你一定要提前先交代了。枪指代的是一种能极大改变故事走向的元素，这样的元素不能凭空出现，不然就是机械降神。最典型的例子，新章后传里 PPT 凭空掏出来一支舰队，没有人知道这支舰队哪来的，反正大决战需要一支舰队，所以就有了这支舰队。这种属于编剧想到什么就写什么。那原神是什么情况呢？我们来看月之妻的剧情。月之妻里很多剧情关键元素都不是第一次出现的。柯南梦见的记忆互换，在月之4里博士已经做过类似的实验，那时他做的是动物和人的灵魂互换。这条给纳西达续命的龙看起来十分擅长交流，他在纳西达传说任务归乡里出现过。这个平息了沙暴和正灵的瓶子，讲话十分好听，来自沙漠剧情比勒奇斯的哀歌。这个把爷从富人的陷阱里救出来的姑娘，看起来人畜无害，她来自沙漠剧情黄金梦乡。这群看起来手无缚鸡之力的生物来自生灵书，而克莱身上的魔神碎片在须弥主线也讲过，最早可以追溯到2018年的漫画，更别提还有来自甘露花海的花灵、赤王七柱和阿如、缄默之殿、神之旗旁、永恒绿洲。本次剧情里发挥了重要作用的人和物，没有一个是凭空出现的，也没有一个是多余的，几乎整合了须弥此前铺垫过的所有关键线索。不过可能有观众会质疑，这不就是把以前出现过的东西再拿出来吗？很厉害吗？诚然，一个精彩的伏笔肯定不只是让一个事物出现2次这么简单，这就涉及到伏笔埋设的下一层，即伪装的契诃夫之枪。有一个很残酷的现实是，现在的商业作品其实不太敢把伏笔做得太隐晦，因为市场的情况就是大部分观众喜欢看简单的东西，所以商业作品倾向于把伏笔做得很明显。打个比方，复联里奇异博士拿时间宝石换钢铁侠的命，这个行为非常反常，所以观众会警觉，会记住它，并且预期这个问题后面一定会得到解释，否则它就不合理。这种属于显性伏笔，直接告诉你这个事情还没完，让你把它记住。那什么叫隐性伏笔呢？原神里很多伏笔都是隐性伏笔，也就是当这个线索处于铺垫阶段的时候，它并不是一个等待解决的问题，它把自己融合进当前的故事，你不会去怀疑这个东西后面还会有什么其他的作用。打个比方，克莱身上的魔神碎片在须弥主线里引出魔灵病，魔灵病关联的是虚空造梦，这个线索在当时的故事已经闭环了，哪怕后面不再提这个东西，你也不会觉得说这个坑没填。而直到现在，我们才知道原来这个碎片是花神的碎片，并在故事里发挥了作用。一个伏笔伪装的越好，它揭露时给观众带来的惊喜就会越大。优秀的挖坑，在这个坑填上之前，你根本就不知道它是个坑。月之妻聚合的很多线索，并不单纯是为了伏笔而存在，它们都有各自完整的故事，有机的结合进整个世界观里，发挥着各自的作用。但不管是隐性伏笔还是显性伏笔，其实都有缺点。隐性伏笔的缺点就是万一你做得过于隐性，观众没记住，观众就会觉得这东西是凭空出现的，是你编剧在吃书，在强行找补。而显性伏笔的缺点是容易缺乏惊喜，毕竟观众已经知道伏笔埋在了哪里，观众抱着那个东西在等你给答案，所以你的谜底必须足够震撼，才能满足这种期待。复联能用显性伏笔，是因为钢铁侠的死足够震撼。原神也用过显性伏笔，比如枫丹主线，所有人都知道弗琳娜这个角色一定有问题，只是不知道是什么问题，所有人都在等答案，只有当答案足够震撼时，你才能这样吊着观众的胃口。月之妻里其实也有一个显性伏笔，那就是倒挂的神像，这个问题在剧情里没有得到解答。旅人第1章里也有倒挂的神像，同样没有得到解答。能逼到原神用了2次显性伏笔，我觉得这个问题绝对非同小可。我们期待志东如何给出答案。其实伏笔回收的艺术还可以更高级，这就来到了我们的第3层，一把枪要响2次。在叙事的艺术中有一个很重要的观念，也就是叙事元素需要有复合价值。从亚里士多德到契诃夫、马克吐温、罗伯特麦基，众多创作领域的大师都从不同角度强调过类似的观点。按照罗伯特麦基的说法，优秀的叙事元素必须同时承担推动情节加塑造角色2个作用。
打个比方，范冰冰里老白用甜菊糖毒死了莉迪亚，这包甜菊糖塑造了莉迪亚强迫症和神经质的角色特质，而这一特质也反映了莉迪亚激光上镜、为人歹毒的个性。最后伏笔回收的时候，这把契诃夫之枪响了2次，一次是故事情节上的角色死亡，一次是莉迪亚栽在了自己的性格上，进一步的栽在自己的所作所为上。如果莉迪亚是被一枪崩掉的，这个死亡将毫无张力。同理，我们来看原神的伏笔。月之妻里草龙王阿佩普为纳西达续命，因为纳西达之前解救过他，这个伏笔响了2次，一次是故事情节上纳西达被救，另一次则是纳西达曾经给出去的善意现在回馈给了他。我们说服草龙王的时候蹦出来3个选项，很明显只有一个是正确的，因为如果草龙王被什么拯救天下苍生的大道理说服，这个伏笔会弱很多，只有用回报纳西达这个理由说服草龙王才能完成闭环，因为本质上纳西达不是被其他人所救，而是被自己所救。一个角色可以有很多种死法，但当他死在自己作恶的报应上时会令人唏嘘。一个角色也可以有很多种被解救的方法，但当他被自己的上行回馈所救会令人动容。原神的契诃夫之枪总是响2次，其中有一次响进角色的心里，不只是故事情节的进展，更是角色塑造的深化。之前纳西达救阿佩普的时候，有人吐槽纳西达过于圣母心，但纳西达这个角色最大的魅力其实就是这种无条件的仁爱。他是神，他不是商人，他不以交易的眼光看待事物。他救阿佩普不是为了有一天阿佩普能报答他。纳西达诞生于世界树，世界树最大的特质就是包容。提瓦特没有天堂和地狱的概念，所有生命死后都会回归地脉，回归世界树。哪怕是博士这样的人，他死后依然会被世界树接纳。而纳西达体现的也是这种包容。我不会把纳西达评价为圣母，因为整个须弥的故事，从沙漠和雨林如何相处，到三神的结盟，都是在包容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最后我们来谈伏笔回收的最高境界，根本没有枪，或者说枪无处不在。这种属于直接抛弃的契诃夫之枪理论，这把枪并没有提前出现过，但当它被掏出来时，你觉得无比合理，你觉得这把枪就应该存在。安娜卡列尼那里最后安娜的卧轨自尽，毒师里老白的黑化，卧虎藏龙最后玉娇龙的跳崖，这些事件的发生并没有具体的展示性伏笔，但随着整个故事的发展，这些事情的发生成为了必然事件。它的伏笔埋在了整个故事结构里，埋在了环境、故事和人物的层层塑造里。而原神的故事也是如此，有时候事情的进展并没有明确的预兆，但却无比的合理。我们一直说博士烧树，博士烧树，但最后我们发现烧树的其实是纳西达，而不是博士。这个事情没有任何提前的伏笔，但当故事一步步发展到这里时，它却无比的合理。它可以解决故事里的危机，它使得前面费力改造的阿如发挥了作用，它符合纳西达这个角色会做的选择。从树王到草神，一直都有自我牺牲的倾向，而纳西达选择烧掉自己存在的根基去解决问题，既是一种仁爱，也是一种魄力。真正厉害的伏笔是看似没有伏笔，但其实故事里所有的东西全都是伏笔。按照罗伯特麦基的说法，优秀的故事发生的时候是意外，回顾的时候是必然。指环王的作者托尔金在1939年提出过一个理论，叫第二世界理论，即奇幻故事的创作者要能构建出一个区别于现实世界的第二世界，这个世界要足够完善自洽，这样当观众进入其中的时候，便会沉浸其中，便会相信这个世界的真实性。几乎所有成功的奇幻故事都符合这一点，他们不仅有精彩的故事，在故事背后更有一整个完善的引人入胜的世界。所以如果你问我为什么原神故事的伏笔埋设和线索回收能做得这么好，那是因为原神根本不是在写一个故事，而是在写一整个世界。当一个故事单纯只是一个故事，而故事背后的世界只是一个背景板时，这个故事就会让人觉得不够真实。而原神是反过来的，原神构建了一个完整的世界，而故事只是世界的衍生品。当这个世界足够完善时，故事便会从中萌发。提瓦特有自己的规则，有自己的地理，有自己的历史和传说，有不同的种族，甚至有自己的语言和文字。你随便在提瓦特找个地方坐下来，当这片土地过往千百年的历史在你脑海里闪过，你就会意识到原神所讲的每一个故事并不单纯是一个故事，而是在向你呈现这个世界的样貌。当故事是从世界中有机生长出来的，所谓的伏笔和线索自然是可以完美回收的。优秀的奇幻作品讲述精彩的故事，而伟大的奇幻作品是在造梦。每次你打开这扇门，等待你的不只是精彩的故事，不只是魅力十足的角色，而是一个自成一体的世界。